哎 ，Hello， 刘教练好，冯小姐你好 ，Hello， 黄奕欢迎你。妈呀，我们好大呀！好久不见，老师们，好在我们赢定了，真的假的？哇，我看到你们仨，我就觉得就写着赢。哦，是吗？啊，我就是比较好胜而已。我要上个火星，我老 emo 了。你知道火星他们的特工啊，都特别有能量，而且每个人都很有梗，讲的故事又很好笑。我就觉得我不适合这里，你该去水星。我觉得这个事情见仁见智，我反而觉得他们过于热情有能量了，稍微有点吵，说实话。我们是火星，对面是情报局，因为我们是很火的明星。我们是 Mars Queen。我们是要在这等他们吗？哦，龙哥，咱们也是发挥一下团魂嘛。龙哥是队长，那面的战队都是谁呀？他们讲的时候，我们要嘘嘘他吗？嘘都是给他们的馈赠。龙哥，你今天就把在座的所有人当成你的学生，一个个的教育一下。小小0713，小你。欢迎综艺天王。哎呦哎呦，老师，我是看你的综艺长大的。最热烈的掌声，让我们有请火星情报局副局长闪亮登场。太开心啦！在地球上开会是最烦了，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欢迎大家！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的大力支持啦！哎呀，各位好啦！本节目由高博营养好奶源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深睡能量满格的喜临门联合赞助播出。专注流感18年，累计守护1万家庭。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哇，好棒哦！刘维念广告越来越帅了，好。大家也看到了，因为宪哥是今天的重磅飞行嘉宾，也是我心目中的综艺之神了。哇，从小看你的，哎呀，没办法，你的综艺都刻在我的脑子里了。哎呀，杨迪啊！我也想抱一个老师。留，哎呦，太远了！哎呀，自己人还抱什么呢？你呢？哎呀，真是宪哥突然好主动，咱仨不抱不合适了吧？等一下，我今天是要告别演艺圈是吧？宪哥，从这里开始抱。哎，你还600，好了，也太幸福了吧！今天是真的超激动，可能在座的小朋友啊，可能不太理解我们现在的心情。在我们身边这位可以说是我们整个综艺界的大神。有，我们都熟啊！哎呀，还记得我吗？对嘛，那没问题的，对不对？你还没有特别火的时候，我就火得不得了了。开玩笑，我还是一根毛的时候，你就火到不行了。宪哥！我刚刚在后台跟这个宪哥表白了，我真的是去到很多地方，现在有人说，哎，宪哥从小听你歌长大的，我真正见到了一位是我从小看他节目长大的。哎，很多都是从小看我的节目才长不大，对，但也有一些是从高3看我的节目看到3高了。宪哥的梗全是我的点。不，我想都没有想到哦。我这一生呢会15、16岁演到50、60岁哦，所以我心中本来坚硬的那一部分啊，也变柔软了，只剩下肝是硬的。宪哥说到这里，我们都想哭了。好，那我送你们一个大爱心，好不好？你仔细看哦，你看哦，嘿，爱心，嘿，爱心，哦，现在是这个，一起来哦，1、2，先，嘿，爱心。
哎，好，哎，这个有创意啊，这没见过了吧？感觉今天是非常热闹的一天了。是的既然今天综艺之神到来了，那厂牌大战要来的也一定是综艺感最强的团队了。欢迎我们的好朋友0713的部分成员。哎，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很开心。我们哥几个今天来了，对吧？我们不能怯场啊。毕竟我们是手握着内娱评分最高的团综。哎呦，不知道咱们火星这一季的评分是多少呢？问到重点了，目前为止还没开分，我们不开了。我们在优酷内部10分。Alan 说话有点嚣张。所以我来制止他一下。其实呢，我们就是大家几个的碎活多一点，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工作大家没事开个演唱会啥的，就是那种啊。但是我们今天很开心来到火星的话，因为我们兄弟几个就难得见一面啊。就因为我上次见他的时候还是在我们见的是去年。哎，请问你来火星跟他们俩一直聊，有什么好鬼聊的？不是，我觉得人太多了，我眼神有点迷离，这种旋转式的这种，对，火星嘛。来。就是我觉得我两个哥哥啊，就是特别爱说实话，啊，对吧？薛伟有点，今天脸怎么有点肿？昨天宿醉是吧？哎，你是了解我的，对。昨天搞笑了，老薛你在哪里？我说，哎，我给他发个定位，我说我在酒店呢，再也不回了，我就知道他一定宿醉了。因为其实来火星我就是压力特别大，努力了18年。终于我要上到一个这么大的节目！天哪！哎呦，先把你嗓子里的骰子抠出来，好不好？5个6，开心见到大家。大家好，唐老师你好，你怎么加入0713了呢？我不是也准备搞个副业啥的？老师好像消失了一阵子啊，这好像是我第一个参加的综艺节目嘛。哦，真的假的？那又怎样呢？过去来讲就旁龙见首不见尾嘛。其实我跟薛老师差不多前后出道的啊。您也是参加《我型我秀》的？两只蝴蝶04年，认真的雪是06年。我05年出的，05年吗？那就差1年。不敢问啊，您今年贵庚？那你还问？你可以猜一下。您应该不会比我大不了多少吧？你有多大呀？我41了，我。啊，我比你大10几岁了。哇！哎，那看不出来。哎，老师，但别提，我还比你大一点。但别提，刘德华还大我1岁。哎，但刘德华看不出来，您看得出来。切。我们还是要介绍我们的火星厂牌哦，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火星情报局的黄奕姐。好美啊！黄奕老师是第一个可以把西装穿出棉袄的感觉的哇！我今天这一身衣服是有寓意的。什么寓意？我就是来炸场的。哦。来，给我抓个币！黄奕姐，什么币？我黄奕来火星根本没什么好怕，马上你们就会知道我的故事最炸。哎，好棒的鼠来宝，什么都会说，就怕节目组你们有的不敢播。对面的厂牌抱歉你们会哭，因为我对线的全部会说。This is 黄奕 Master Queen 火星女神。哎呦，这是我见过最莫名其妙的说唱。他刚那个说唱一结束，我肯定你就是一个演员。不专业吗？来，掉的毛送给你们，掉的毛送给你们。我见过掉麦的，没见过掉毛的唱 rap。我说抓个币，你说抓个毛。神经病！来，恭喜！哎，老师们好，老师们好。跟您介绍一下，这是很晚辈的一个主持人。哦，年纪很轻啊，今年贵庚了？老师，我黄奕姐出道那年我出生。哇，这个主持人现场抓个币给他看看，今天抓个币，现场
想抓个锚点，他看看。再次欢迎冯喜，欢迎啊！谢谢谢谢。我们这次必胜了，因为我们这边有宪哥的心腹。哎呦喂，刘畊宏。那既然已经介绍我出来，我觉得我先带动一下大家，让大家一起动一下，可不可以？好。哎呦，那个太好了！不管在火星或地球开会，大家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好，来，左右摆动，对。对，哇，节奏这么快，上来这么难，开始。呀，左右摆动，再来一遍哦。哦，下勾拳 ，one more time， 再来一遍哦。哎，划水，划水，有人划水，后面。哎，有人划水，有人划水。谁划水啊？呀，左右摆动，好累啊！再来一遍哦。啊，还再一次啊！下勾拳，加速。还没完呢。还有多久？5、6、7、Go Go！ 还有啊！好长，还有，不是在直播，有谁可以阻止他？最后一遍啊！宪哥，你管一管，让他自己跳掉。哎，坐吧，哎，喝茶。最后结束。下。哎，都有跳吧？我们跳了。跟宏哥是这么说吧，王栎鑫酒都醒了，完全醒了，我回来了。可怕的是，我们才2分钟啊，人家天天都这样直播，开玩笑啊！我们一次跳90分钟，但没有每一个都这么累了哈。这个是新的特别的，让大家能够很快嗨起来。太棒了，太帅了！好，谢谢。今天还有一位终极特工啊，我们的王宇哥。Hello， 你好。火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年1度的中特王宇哥。再次来到火星情报局，我希望下次有机会，我可以晋升到高级特工的座位上，给大家分享一些有趣有梗的故事。谢谢大家，我是演员王宇哥，谢谢。谢谢。好，在我们综艺之神的鉴定下呢，我们今天所有的我们的高级特工都已经介绍完了，那就要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厂牌大战的规则了。哎，每次会议呢，在场的每位特工都必须提一个我发现。本期会议结束之前呢，观众都有唯一的一票投给你认为本次会议最有梗、最好笑的特工。2个厂牌中所有特工得分总和更高的一方，就能赢得本期厂牌大战的胜利啦。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这边有不同颜色的坐垫，代表我们3位副局长。如果提案过程中呢讲得特别好，我们就直接在他屁股下面垫高啊。对，如果你讲垮了也没关系，我们会给你一个台阶，让你直接下个台阶的啊。那么我在这里要郑重的宣布 ，Ladies and Gentlemen,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掌声先鼓励一下。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9次会议，咱们正式开始了。那我们的第一个提案还是谁呢？要不然咱们还是派出我们的副局长刘伟。因为今天宪哥特意来了，我也特意给宪哥准备了不一样的开场，就是真的是隆重的介绍贵宾的那种，我专门提供，好久没有做过这种开场了，搞得像宪哥特意为你来一样。感受一下。我发现，宪哥，你看他多么没有必要。我发现。你发现了什么？不知道他发现什么，所以今天我发现有病啊！可以了，我要让哥哥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你问一下宪哥，他确定爱看刚刚那些吗？对啊，他这个很好，真的很好。成语，
画蛇添足，画蛇添足。蛇年了嘛？但我发现这个确实是大家可能都会发现的。哦，真的吗？就是我发现，有些成功很难复刻。说实话，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老师都是现在在道上非常成功的。道上？道上哪个道？哪个道？哪个道？不是，就是在社会当中非常成功的人士啊。然后我小的时候呢，是跟老薛一起参加比赛的，真的，咱俩一届的，真的，他是冠军。哎，结果两位同一时间出道，然后这个发展的一个成就差那么多。我们一直上上下下不分伯仲的，不是上下下下。但是说实话，那个时候薛之谦刚出道就很红哦。他其实，在认真的雪之前，他当时就有一首歌很红，叫做《黄色枫叶》。那作为我跟他一起比赛，我在旁边，我想说他就有黄色枫叶，我该如何像他一样复刻他的成功？于是我就创作了一首《彩色枫叶》。哇，绿色茶叶好了，绿色茶叶，来一个，来一个。我摘下黄色枫叶、绿色枫叶、红色枫叶、彩色枫叶、黑色枫叶，耶耶耶耶耶！刘伟，你把我们当什么？我把你们当成观众。我的天哪，好恶心的表演！鬼东西啊！再一次证明了艺术它是不能勉强的。你走你的路线是好的，对，因为终究人鬼殊途嘛，人鬼殊途嘛。你就走你的路，你不要复刻别人。是，所以我其实用刚才的表演，就是想跟大家表达什么呢？成功是没有办法复刻的。哎，然后我们的真正的故事要来了。什么东西？前面看看还不是你真的故事啊？前面是为了烘托一下，我都说了嘛，宪哥来，我一定让宪哥感受到我们那个节目的魅力啊，好吧。然后我一直觉得成功不能复刻，但是我说实话，别人的成功你真的会眼红。比如说0713哦，当时他们那个节目开播就火遍了大江南北。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也有一个节目叫《我行我秀》吗？然后《我行我秀》就想做一档就是像《快乐再出发》的这样一个节目，就是很有可能翻红的那种，对不对？哎，对，做了吗？做了。而且我们当时起了一个非常棒的名字，什么再出发？不，我们不出发了。我们那个节目叫剧吗？剧吧。剧吗？剧吧，是人类的地方。没有剧吗？剧吧。哎呦，好无聊的名字哦。但是你们知道吗？我们本来就是《快乐再出发》的一个复刻品，我们心里是没有谱的。于是他们第一期请来的嘉宾就是0713。但是今天来了，只来了一位啊，王栎鑫。哦，我想起来了，我当时好像也受到了邀请。后来我跟其他几个哥儿，我私下说，我觉得这个节目火不了，所以我就不是。没有，档期问题，档期。当时王栎鑫来了，而且我跟大家说，王栎鑫人巨好，因为王栎鑫从来这个节目，他甚至于就不惜把自己所有的暴露在外面。什么意思啊？我是个暴露狂，是这个暴露吗？不是，就我一进屋就，哎兄弟，不是，他是想把整个的心都掏出来。他为什么要掏给你啊？他不是掏给我，他是掏给我行我秀，因为你说你小的时候看我行我秀吗？我没看啊。是吗？你到底看过没？他还说小的时候喜欢君君也是假的，真的吗？假的啊！我喜欢千钧一发。哦，他喜欢我们两个。但是他见君君也是这么跟君君说的，他见谁都这么说的。对，他见谁都这么说。但是他确实是为了我们节目付出了一切，然后他真的很努力，0713真的很努力想把我们带动起来。哎，但是你知道吗？他们越带动越兴奋，我们这边越安静啊。因为我们我行我秀的人，其实大家都还是会内敛，对，比较内敛，不太会表达自己。你们不是内敛，你们是不熟。你看他们那节目啊，他请了几届的人一起哦，他不是同一届，啊，这一届拉了一个，这一届拉一个。哦，
所以他没有革命情感。对，所以说成功是真的没有办法复刻的。但是不论怎么样呢，想跟大家说的是，成功难以复刻，是因为不可以走捷径。想成功就要走出自己的路。就像东阳光药18年来专注于讲好每一个与流感有关的故事，科普防治知识，一步一个脚印。为健康做好药，东阳光药默默守护着亿万家庭的健康。正是因为始终坚守、不断创新，成为了中国亿万家庭的信赖之选。是的，谢谢刘维的分享。我听完你的讲的这个故事啊，大家要知道啊，模仿是进步的原动力。因为每一个人都心里面想着说我要变成什么。我的一个好兄弟。小马，他人生的3件事很重要。第一个，你想成为什么；第二个，你拥有什么；第3个，你应该放弃什么。比如说你想成为一个像可以跳舞娘腔的一个人，对不对？哎，你拥有什么？你的舞蹈很好。第3个，你要放弃什么？你要放弃这个念头。好喜欢这个呀！这个，你反正真的来听哎，你当个谐星就很棒。太有梗！我这边有一个妇科的这个例证啊。哦，其实，在杰伦还没发片之前，他写了一个给我跟宪哥的团体的歌曲，叫做《世界末日》。哦。天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哦，那时候是修比多瓦的时候。对，那个时候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个歌一定会大卖。最后就我们那张专辑应该是修比多华卖最好的一张专辑。哦，我们已经觉得很好了。等周杰伦再唱了这首歌，就这首歌就更爆了。所以好的作品啊，种在对的人身上，它还是会爆火的。你要讲这个歌啊，当时他们在配唱这个，因为修比多华跟你们一样是个团体嘛，因为我比较忙，他们3个就进录音室开始唱这个歌，唱完以后，那有剩下来的句子我才进来唱。对，结果一进录音室，嘿到整个人就丢了麦，我就离开了。哦，发生什么？因为他们只留了几句啊，说真的假的？修比多华就没了。我唱的比和声还少。里面那个歌啊，你们现在去听，最高跟最低的都是我。为什么是最高最低的都是你呢？4个人当中，我是当中歌艺最好的。哇！宪哥说的没错，我同时也是修比多华里面的颜值担当。但是话说回来啊，其实我小时候因为一直听啊，一直看宪哥的节目长大嘛，有首歌我也印象很深刻，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出过一首歌？是，叫做《永保安康》。啊有。那个时候在我有一张合集里面，他一直在里面。来呀，一起唱一下。来。我会想念，我会想念，我会祝福你到永远。若你也记得那些昨天，拥抱安康是我们最后诺言。宪哥，你可能都不知道，我追你到什么程度啊？我那时候很小，有一次我记得你在上海的亚新广场办了一个见面会啊，我真的去啊，真的、啊。我拿着它，我说宪哥我爱你那个牌子，然后他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会很喜欢他，会疯一样，我会很疯。可是周边没有人疯，你能明白意思吗？就是我突然就觉得我不知道为我的偶像能做什么，那种感觉是那种我很难形容，但是我就在下面拼命的叫，我想把这个场子都朝着，但是那不是跟宪哥不红是没有关系的，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宪哥的节目是需要在网上看的，对，我们这里电视是没有播，他在台湾已经红的已经是就非常红，天王那种级别，然后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但是宪哥就
还是很稳，就是把整个场子都弄得非常好。然后我就当时想原来一个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是可以有大将之风的。你当时没有注意过我，但是我就是特别小，但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所以我其实有很多东西都跟你学习的。太棒了，让我们看到现在的薛之谦。这个东西就是一种传承吧，我算是。因为我们自己如果不开心的话，我们如何带给别人开心呢？没错，我到现在依旧还在艺能界里面啊。对啊，不外乎就是只有这个目的。我看别人开心，我就觉得好乐。我看到你失败过的样子，然后再看到现在你的成功，才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好感动啊！我今天也要跟薛之谦讲，我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大家都忙，但是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你看，我有跟杨迪讲过这个话吗？没有，没有讲过。不，刚才拥抱的时候，我都这个看前面。好。那么今天刘维聊到这个成功很难复刻，是因为成功的人可能有他自己成功的那个路径、那个经历，其实我们是很难复刻到的。但是很多成功人会给我们一个指引的方向。对，如果我们特别喜欢这个事情，按照他这个方式去做的话，有可能做不到他那个样子，但至少让我们知道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就像我们喜欢宪哥一样，宪哥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向，发现原来主持综艺节目可以这么让大家开心，这个确实让我们有了一个往成功方向走的一个路径。那第一个提案就结束，非常好，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成功之路，好不好？是。那下一个提案是谁呢？黄怡姐，来，呀，来了，最期待的提案，我发现，大女主是踩坑踩出来的。今天要跟大家聊聊我自己的私事儿啊！真的，我需要点勇气。大家尖叫声！这样呢，易姐也一路经历了很多，然后很多人都说易姐你勇敢了，为什么？很多不堪的事情你敢面对了。但是我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的。我20岁的时候就是一个恋爱脑。真的，当时我很夸张，你知道吗？我经纪人打电话给我会消失。就是因为恋爱，脑子一扔就去恋爱。爱一个人并不可怕，爱上一个人的缺点，那才叫要命。恰恰我好像就是这类人。你看别人打开百度百科，大家都有代表作，当然我也有了。但是你知道吗？很刺眼的那个关系栏里边就有钱某某。OK。我在想前2年要是再见爱人找我的话，我都不知道带谁去。所以今天这个提案就是来跟姐妹们分享的，我是怎么从这一个一个坑里爬出来的，怎么长出脑子的，活成自己的大女主。我小时候呢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然后我奶奶是那种保护我保护得非常好，然后管也管得很严啊。同学来我家，我奶奶就会拿张纸拿个笔。你是他的谁呀？把你们家的地址、姓名、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的、联系方式都给我写下来。查户口。所以我奶奶的眼里是我从小就没有朋友，因为别人提到我奶奶都不敢来我家。不来了。但是，一到大学了嘛，那就是一个恋爱的季节。没人管了，是不是？不是没人管，那很自然嘛。你大学还没恋爱吗？恋爱，我不恋，我虽然不太聊那个感情。你大学就恋爱了。请看热搜，接不住了。然后当时情窦初开，其实也情窦初开，也抑制不住了，就谈了一个男朋友。每天呢，放学送我回家。那天特别不巧，他送到门口的时候，碰到奶奶了。我奶奶正好完了买菜，然后奶奶就眼睛一直盯着他。你是谁呀？完了，被逮上了。然后他大概一时慌乱，就说：“我是他老师。”等一下，你那个男朋友，你是不是年纪看就很大？就长得比较旧的那种，长得比较旧，old school。
反正我奶奶那时候相信了，就非常客气，然后就把她带到了我们家的亭子间啊。一般我奶奶呢，就一般的朋友，她就倒杯水。特别一点的朋友冲一杯麦乳精，麦乳精当时高调啊。重要的朋友倒一杯雀巢咖啡加伴侣。哇！但是老师来的时候，他倒了一杯麦乳精，外加雀巢咖啡加伴侣。哦，那就不得了了，因为老师嘛。对，然后奶奶就说啊，你们要补习什么？你们上什么课啊？然后我在想，那个时候刚刚学表演，都是一些无实物、动物模仿，你懂吗？表演，奶奶在旁边看着你们俩在那边动物表演。对呀，大猩猩捶胸，大象喷水在那喷，杨迪老师的戏。我的妈呀！奶奶觉得演得好不？你们当时？我不知道她演得好不好，但是我当时非常非常尴尬。但是我奶奶看挺开心的，她说：“老师常来啊，常来常来啊。”所以后面就熟了嘛，她没事就会借着帮我复习的名义，经常来我家。这戏越走就越深了，他们这个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啦！哎呀，奶奶也加入了课程，奶奶也会了这个。对呀。没有哈。好，回来啊，反正接下来他就经常可以来我家了。你知道年轻人嘛，爱意就算捂住嘴巴，喜欢也会从肢体里跑出来的。肢体里跑出来。肢体跑出来。Loving you, loving you。就是喜欢也会从肢体动作里看出来，更何况我们当时还是热恋的这种男女朋友啊。是。那个时候两个人聊着聊着，很自然，小手牵上了，明白？牵着了，明白了。我们一拉，小手一拉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四目相交。四目相交了。这个时候，奶奶端了一盘水果进来了。哎呀！好，等一下，我们俩当时是要什么个环节？手还握着。好，要细节，要这样子，还是说是这样子？要不一样。前前后。应该是还是这样子。都可以解释的。这样可以说是掰腕子，但恰巧是两个人挨得很近，手拉着手。完了，好了，怎么办？然后马上下蹲，手提起来这样走，真的来得及。哎，奶奶，双星报喜。我奶奶非常生气，就揪着她的领子说：“我早就怀疑你了，臭流氓！她说你作为一个老师，你怎么可以这么耍流氓？你是什么人啊？把我的孩子都带坏了。”哎呦！然后说走，跟我去老八。跟我去派出所，真的要去派出所？就你们三个手拉手这样去的派出所，是这个意思吗？倒是没有3只手拉在一起，但是他却拉住了我奶奶的手啊！3个人是这个造型，是这样的吗？我们一起去派出所，转着去。手牵手，手牵手，我的朋友。他说：“奶奶，其实我爱的是你。”哎，奶奶有重要事情。让不让我说了？你说。我女儿都会说打断别人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情。对不起。太大胆，还打断奶奶。都是你不好。我都忘了说啥了。他拉住你奶奶的手说：“他拉着我的奶奶，然后就说。”不关我的事儿，是他教我做的，指着我说：“怎么有这么坏的人？”他说：“是你孙女教我这么做的，我真的不关我的事儿，是他带我到你家里来的。”那这个事情就不行了。对，那没有担当，没有肩膀。所以当时在那一刻我就成长了。如果你的对象没有担当的话，那你就随时做好背锅。确实没担当。这是我的第一个坑。那个今天大概有几个坑？还习惯我们这样打断你吗 ？OK 吗？还是需要打断？还是你自己一个人讲？我自己一个人讲吗？好吧，来走。好，然后呢，我，那我们打断一下吧，还是习惯打断的，要不还是我们打断你吧，好吧？那第二个坑，其实你知道我为什么穿那么绿吗？哦，你们有没有被绿过？有。哎，宪哥好大声。有没有被自己的闺蜜绿过？我的天哪！你要这么讲，你绿到发亮了今天。明明是3个人的电影，我始终不能有姓名。完了。我
没有关系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被绿的话，它是会有很多很多征兆的。没错。就有一次我拍戏回来，然后我就发现我的男朋友怎么就变了呢？变了，怎么走路怪怪的？走路怪怪的，怎么了吗？就鬼鬼祟祟而已啊，就行动鬼祟了。不是，反正我就觉得他变了，我就发现他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老是照镜子，老是弄自己那头发，就是前面那几根头发，他老在那儿捋，你知道吗？哦。第二个征兆是平常爱吃宵夜的人，他居然去健身房撸铁了。哦。然后平常是一个宅男，特别不爱出门，就在那段时间，他老跟你说啊，你要不要喝奶茶？我帮你去买个奶茶。出门买。哎，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奶茶为什么大半夜了，怎么能买1个多小时都不回家？而且老是找理由跑出去开会。最可怕的是，他把自己的那个电话调成了静音模式。我喝奶茶的时候不希望被人打扰。我也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调成静音模式？他说因为我会比较多，怕吵到你。哦。所以当时我还觉得，哎，你看我的男朋友变上进了，然后我当时还觉得挺高兴的，暗自窃喜。所以这件事情呢，我就放下了。可是我觉得后来他对我发生了变化。我们俩做兄弟吧。你说他又要开会又要健身，回家还要吃海参，然后还要吃海参，还要吃海参。但是他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3个字就是我好累啊。假海参。你知道吗？你说能不能陪我去看个电影？哎呀，我好累啊！哦，你能不能去陪我逛街？我好累啊！海参都白吃了。对，然后你就觉得很奇怪，那你的激情都去哪儿了呢？你不是在撸铁吗？你不是在吃海参吗？你外面一条龙，为什么回家一条虫呢？哇！后面情人节，他也送我礼物啊，他送了我1朵金的玫瑰花。当时我怕他乱花钱，我就无意当中就翻他包，想看看多少钱，然后就看到了那个玫瑰花的发票。然后我打开一看，玫瑰花有2支，2朵。14号他不是跟我过的吗？为什么买2朵？他只给我1朵。后来我就想，13号他说他在公司加班，哦，原来别人的情人节是14号，他的情人节是13号加14号，他有2个情人。情人节。哦，这男人真是负责任，2个都有过。没，不对，太花心了这样。对，那后来我就开始查了呀。看他的通话记录，看他的那些打电话的时间，然后我就发现，原来他不是累了，也不是工作辛苦了，而是每天都在跟我闺蜜聊天呢。原来他跑的不是别人，是我的闺蜜。闺蜜让他累了。反正我觉得我们是成年人嘛，也要接受这些事情。当下我是没吵没闹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在等他的生日。他生日那天，他跟我们的共同朋友订了一个 KTV 唱歌，好多朋友都去了。我就把他送我的所有的礼物都打包在一个盒子里了。我就把那个盒子包装得非常非常漂亮。哦，我找了一个1.8米的大长腿的美女，拿着礼物进去给他惊喜。就在他吹蛋糕的那一刻，走到面前送上那个大礼盒，一打开的那一眼，你在里面。当然，生日快乐，丽丽，我原谅你啦，我回来了，没事，洗洗还是新的，神经病啊！把回忆洗一洗还是？那我们就拉起小手吧，一起做表演哦，加油！反正开箱的那一刻他就傻眼了，因为是那么多年我送给他的礼物，然后我让那个大美女这么多年她写给我的情书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给他听。我
爱你，你曾经说你爱我，结果有病啊！怎么说山东话了呢？一个山东人高嘛。有道理，有道理。对，我读出来，通通的还给他。我们的这场游戏 game over 了，我就跟你 say 拜拜了。这是爽文呢，这个是。但你们以为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吗？哦，妹妹们，我告诉你们啊，得不到永远是最好的。哦。又过了一段时间，哎，又给你发消息了。哎，怎么了？他给你来消息，照顾好自己，别不吃饭，别天天减肥。今天路过红宝石，买了你最爱吃的栗子蛋糕，放在你门口了。哎呦，又来了。我就将计就计了，我就给他发了。其实我也不怪你，你就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那天晚上我只是太冲动了，小题大做了。毕竟我们曾经怎么。他看了我的信息，马上就回了：傻瓜，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手。然后我转手就把他发给我的迪蜜了。然后我就说：首先女人不为难女人，但你自己留个心眼吧。你要你留着，送你了。哇，爽！经历这些事情，我又成长了。我悟出一个道理：作为大女主，你就得大方。好精彩这个故事。其实今天说的那么多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是因为我觉得人生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完蛋。你可以看看我，光是感情的坑就踩了这么多，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我记得我人生低谷的时候，我妈妈送给我的一句话，我想送给所有的女生们，就是不是你不够好，是他这一碗瓢盛不住你这滔滔江水。所以姐妹们，踩坑不可怕，别在坑里躺下就行。哎呀，哇，谢谢。哇，这个好厉害，这个故事，我想给个垫子，太棒了。送你个垫子，必须送你个垫子。谢谢。说的太好了。哎，这个男生女生啊，他可以在一起，它是一种缘分，但是分手啊，却是需要艺术的。我自己觉得最骄傲的一点，我可以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绝对没有炫耀的意思。那一定有炫耀的意思。好，那你听听看，你这一辈子有没有遇到过一个这样的男生？这样的男生，这样的男生，像是。我跟你讲哈，凌晨3点45分，电话突然响了，前女友分手了1年多了，我也知道他跟一个某人在一起，这样也是艺能界，然后哇，整个精神都起来，喂，顾错声音，然后对方传来啜泣的声音，你怎么了吗？你怎么了吗？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以前怎么可以对我那么好？”然后就挂了电话了。我人就坐在那边，然后就觉得能够爱一个人，我们就真心诚意的去爱他，全心全意的。有一天纵使分手了，也不要太过在意这些，就跟奥林匹克比赛一样 ，Olympic Game 一样 ，Enjoy the game。如果爱情是因为没有结果嘛，它也可能是一场游戏嘛，没错啊，你就 Enjoy the game。没有，我觉得现在黄奕讲起来，当然他是用一个非常坚强的语气，但我觉得在当下绝对是有伤害的，肯定的。但可能经过时间的疗愈，他慢慢觉得也比较看透，比较看开。但希望他一定能够在爱情里面不要再踩到坑，能够走到一个非常棒的绿草地上面。绿草地，我为什么还要跟绿有关？走上花路。刚刚讲到那个环节，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大家都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原谅。也不瞒大家讲，其实呢，就是黄奕刚刚讲的那个人，我也知道是谁。那个人曾经在网上攻击过我。哎呦，这好不好笑？但是我跟那个人认不认识，其实黄奕很清楚。逢年过节发一个消息了不起，更别说跟他出去玩了。所以呢，他最后有污蔑我，就是他想蹭热度嘛，想过来说想聊，他看你不理他，他又要弄你。可是你知道吗？
男人到最后的原谅、气度和性别是无关的。你看他最后他自己坐牢了，我一句坏话没出来讲过。OK， 所以我觉得要原谅。对所有的事物，其实到最后就是一个气度的问题。体面。那下一个提案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王栎鑫来喽。啊，好不，加油，加油！我宣布，好像叫我发现吧？我发现，我发现，越好面子的人啊，他就越容易没面子。就像你刚才那样，我宣布。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啊。你在搞毛线？需要再跳一下操吗？哎，你照着念好了。没有人知道面子到底是什么颜色，哇，什么形，我朗诵，什么状态。但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做给我个面子。哎，越是想挣面子的人，就越是容易没面子。你抬头看一眼，其实上面也有的。哦，没有必要看的字那么小。你如果念错了，我们还会发现。然后呢，我站哪里？啊！我跟你讲，你现在啊，走出门打车，看到27路公车站在那个站台上说，好吧？好，这边啦。OK， 逗你了的。他真的是宿醉啊！他是宿醉。加油！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场就是我艺人朋友啊，有什么样的合影啊，就是你们就很难拒绝不了的那种？我比如说我私下的时间啊，我是一般是不合影的。我不想喝，但是呢，我遇到孩子的时候，我就很难拒绝。小朋友啊，那是他带着孩子过来，就只要谁带着孩子过来，我本来就跟这边说，我不拍照不拍照，但他带着孩子过来，因为怕是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他说怕是自己的孩子。宪哥，什么叫他说？明明是你说的，是我们说，我听宪哥说的。神经病吧你是？哎，你知道吗？你们三个说什么？我一句听不清哎。你耳朵也不行哈，耳朵灌久了。我能说了吗？当然可以啊，可以啊，好，就是因为。对，大概多大的小孩你会最喜欢合影？比如说你在逛街的时候，你看到小孩，哎，这个小孩可爱，来帮你合影。哇，你再说的话，我的段子就要忘了。啊，对不起，因为我跟小孩合影，刚刚差点就忘了。啊，就是前几天我在高铁站，然后呢，我这等高铁来嘛，哎，对不起啊，有病啊！哎，你不需要捧哏是不是？我需要，我觉得这个比我的段子好笑。你继续。就从我背后默默有个声音，哎，有声音来了，是张栎鑫吧？我说王栎鑫，哦，张栎鑫还叫你？是张栎鑫吧？你能不能方便跟我孩子拍个照？拍个照。我知道了，就是一些小孩嘛，他满月要拍一套那种的，你们能帮我小孩拍一套这种照片？拍的是套餐。他以为你是摄影师是吧？拍个照。神经病！醒一醒！醒了没？行了啊，拍个照。他说我小孩特别喜欢你，然后我回头一看，婴儿车里边1岁，哇，最多1岁半啊。哇，他说他小孩特别喜欢我，而且他叫你张栎鑫，他们家里没有一个人喜欢你啊，真的。1岁半自己从那个筐子里面爬出来就跟你合照，关键是我把口罩一摘，小孩哭了。可以，酒味太重了。啊，妈妈，他嘴里有骰子。我要合照的是张栎鑫。哎，说到这个，别人叫错我名字啊，还有一次就是迎面走了两个姑娘，我就看着看，肯定是发现我了。就看蛐蛐你，来，梁迪来，我们两个迎面走来，来，我们两个迎面走来。我们两个人是姑娘，好吧？对，走来，你怎么看姑娘的？来，3、2、1，走。哎呀，今天好开心。哇，这什么鬼？不管他是谁，我要合照啊！开心了，能不能跟你拍张照？可以，快来，快拍！把腹肌露出来拍。拍。能不能搂着你？可以。好，笑一个，你现在状态不好。1、2、3，笑大点，好。就是各种提要求，要比耶，要笑，要挽着，然后最后我所有都配合了之后，
他说谢谢你于浩明。哇，那于浩明3个大字，谢谢你于浩明。哎，你这个还算不糗。我去那个好像成都啊，你好，我是李宗盛的歌迷，你帮我签个名吧。李宗盛歌迷只要签名了，我才要帮他签个李宗盛。你其实可以不签的嘛。对，后来那个人很生气，吴宗宪，我都爱你一辈子了，你竟然给我签个李宗盛。我说你不是说你是李宗盛的歌迷，我是你忠实的歌迷。带口音的啦，带口音的啦。那个是个四川人啊。我是你李宗盛的歌迷。对。哎呀，我是你忠实的歌迷啊！你忠实的歌迷，真的。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那我可以结束了吗？我其实还有3个段子的，要不我们要听？你再讲一个好不好？讲。你好好笑。多讲几个。醒了没？醒了。我跟你讲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跟面子有关系的，就是大家都会遇到的，就是抢单。就是我们圈的抢单王。哦，对，大家喜欢抢单。比如说你在隔壁桌，我碰到你了，我会把你桌上的单给买掉。离谱到有时候甚至不太熟的也抢哦。啊！但是我人生当中，我只遇到了一个最强大的对手。哎呦。哦。哎，老薛，不知道是谁喊我们去唱歌，反正咱俩都在。不记得了，反正当时就是那骰子都在喉咙里卡着，当时管他谁叫的。对，我骰子都在喉咙里，我深情的唱着。改变和你演唱的我眼视而不见。谢谢，唱的那么难听。我跟你讲，你再说我就是再多回你一首歌，而且我是谁的歌都能回。可不可以转过去聊天了？重点就是我刚要出门去抢单，哇，他就发现了一个箭步，好敏感。然后咱俩你记得吗？咱俩在那个包间门口来了一顿爆摔。天哪，没有人拦得住。我来，压在地上。烟灰缸。其实那天我是在的。啊，你也在啊？我们那天还有合照，我是在的。当时我没讲话，因为他俩抢单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因为你不想给。我趁他俩打的时候呢，跟服务员偷偷加了点东西。这是我的气质，对。他抢单就是为了死要面子就对了，就是好面子，就包括我身边普通只要找我借钱，我基本上都借的。就是有一些真的无法拒绝的理由。我之前有个那个远房亲戚啊，也是不经常联系的，哎呦，给我发了一个图片过来，一张照片，就腿这儿吧，好大一条口子，就全是鲜血直流。说我在医院受伤了，能不能就是借我点钱？然后我现在就是要这肯定要借了。对，关键是那个图片太假了，那张照片假到就是它有水印。哦，理解。就是网上你的搜一个受伤，它就会出现那个图片的那种。你也发给他一张有水印的钱。哎，对，这个对。关键是就是他给了一个就是你无法拒绝的一个数额。他腿都已经那么大个口子，至少5000吧。500块钱。就借500，他也不借很多。对，就你很尴尬数字。哎，他都危在旦夕了，500块钱能救回他吃顿好的就走了。吃顿好的。但是作为就是亲戚，我就觉得，哎，你既然愿意这么骗我，我也不好揭穿。借了吗？最后？那不能叫借啊，这是给的嘛。人还心挺善。我刚刚说500的这个故事，其实只是我借钱中的非常小的一个。我身边普通只要找我借钱，我基本上都借的。啊！现在几十个人没有人还的。就是好面子，就是有时候啊，其实可以不借。他一发工资啊，家门口站满人的，大家分掉就好了，谢谢你啊。真的啊，要面子是人之常情啊，但是我觉得呢，有多少里子才能够撑起多大的面子？为了这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面子去硬撑呢，通常的这个下场是想挣多大的面子，就会丢多大的脸。要硬撑啊！我觉得男艺人真的是就好面子居多，就像我跟杰伦拍《头文字 D》的这部电影。在那个时候，他开的车，其实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他都没有撞坏过车，因为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不拍戏的时候，因为他看到那个漂移的那个特技演，哇，非常的帅，他觉得进入到角色里面，他应该也能做得到啊。但他可能搞混了，漂移跟打滑是不一样的。最后在私底下。他出去开车的时候，一直在真的非常危险，因为是山路。对啊，他真的是滑了出去。哇！要不是因为有一棵树在那个地方，今天你就听不到后面的黑色幽默。天啊，这么夸张！还好撞到那个树给拦住了。
车虽然毁了，但是还好他人没事。回来之后我说你怎么样？他没事，就是打活了，还不错。好像啊。是的，爱面子，爱面子。就他其实已经伤得很重了，但是他在撑着。对，其实他已经吓到了，已经吓到不行。所以有时候男人爱面子，一定要注意一下，必须要有理智，不然这个命都很难保下来。对，还是要注意安全。对，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面子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要量力而行。当每个人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或者谁帮助你，你记得的时候，我们去还这个面子，或者你觉得很好、很值得的朋友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弄得非常尴尬的时候，对吧？保证自己有生活的时候，同时还要自己有面子，好不好？好。哎，好了，其实人不能只好面子。得有能拿得出手的真才实学才行真才实学呢，就得向美素佳儿学习了。他家奶牛呢，2255天超长自然放牧，连吃的黑麦草都是生长了28天，长到15厘米那么高你看啊，这么用心养的奶牛产出的奶源，才能富含天然的活性乳脂因子群、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来，我们为用心的美素佳儿点点赞。不错，不错，不错。我发现地球妈妈都是高标准，对健康、对教育。我说的是宝宝口粮的高标准，选奶粉一定要高活乳源，源自荷兰自家牧场的美素佳儿，鲜草放牧，草木慢养，好草养好牛，才能产出蕴含更高活性营养的好奶源。美素佳儿高活乳源，自然天成。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深睡能量满格的喜临门赞助播出。专注流感18年，累计守护亿万家庭。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超丝滑的德芙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高能守护笑字有光的高露洁赞助播出。接下来亮哥来一个提案好不好？哎呀，亮哥到你了。我发现比少年感更珍贵的是老来俏。大家知道我年龄啊，45左右啊，你看不出来。真的啊，真的看不出来。前几年看得出来，现在真看不出来了。就最近几年触发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满45减20。哇哦，还真是。说一个我什么叫逆生长？这样吧，看一张照片吧啊，那张照片能够看得到啊。这是你吗？那是我，那是春晚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唱那个《时间都去哪儿》的时候呢，然后你给这照片，春晚还找你去。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其实我们在形象上面只要做一点稍一点的努力，产生了一些形象的一些改变嘛，然后就是跟兄弟们大家都一起卷，大家都比较卷起来，然后就是来了。但你现在比这个照片更好，是吗？真的是。漂亮。其实我们在座也有几个兄弟们，17年前这时候都没有什么形象管理，因为我们曾经也糊过，是吧？糊了你要什么形象管理嘛，对不对？直到我们录了一个节目叫《蘑菇屋》，你是垂涎这个位置很久了是吧？一直往这走，我让给你。不敢。局长，我怎么敢得好？好了，开玩笑。没有，那天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录完《蘑菇屋》之后，张远同学，他就去悄悄的去植了个发啊。我说你怎么去植发的呢？他说。我感觉我们快要火了，所以我就想，要不然努力吧，还是问问张远吧。我说我自己需要提高什么？那你就是需要管理你的形象，管理啊，你去做护肤啊什么的。说来说去，最终他就是说你需要去美容院办张卡。我问了一下，那个卡还挺贵的。对，你也去了？我也在那个地方。你也在那个地方？沈梦辰叫我去的。对。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什么时候提成。真的假的？你知道啊？我是开玩笑的，真的假的？我觉得是真的。张远是真有提成吗？不会。他那很贵的时候呢，我其实有点犹豫。我犹豫的时候，他跟你说，你想想，最后你要是因为这个管理的时候要落到后面，你怎么能行呢？对吧？追不上他们了。我就咬一咬牙，行，给我办最贵的卡。最贵的卡，天哪！
我想象中的就是做这种护理啊，就是很舒服的，放着音乐躺在那儿啊，美容师给你啊按摩啊，很舒服的那种啊。结果真的不是，特别是有几个项目，他有时候开那个档啊，就是哇，给我一开我就哇不，我是尖叫，我说我受不了这个，我说真的受不了，我说不行了，我这叫得很大声，然后那个美容师就很嫌弃，哎呀，你看我们其他那几个姐妹，她们都看最高档5、6档，你这2档你都不行了，好吧，1档，我都能睡着。哦，真的吗？你都睡着？好厉害啊！然后还有个我们一起的虎子，他也一起来做嘛。然后他做的他也是受不了，他就说：“哎呦，我也想做个1档。”然后我就给虎子说：“我说虎子，你要想一想，我们花了同样的时间，花了同样的金钱，我做2档，你做1档，是不是我就比你有1倍的效果？是不是很亏？”作为金牛座的虎子想了想说：“最高档。”拼了！结果那天就发生了美容院的尖叫惨案。哇塞，那天感觉是问他什么他都能招一样的。然后我们刚才说了，除了自己的脸吧，我们身材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在录哥哥的时候呢，大家知道那个哥哥的强度是很大的，然后呢中间我们会尽量的，只要有时间就会撸铁啊。我记得那天石凯这个弟弟啊，他一直在蛐我。为什么？他说的，亮哥呀，你都是快50的人了，他说你这个跟我们这种20出头的人卷啥呀？这样讲你，我就今天要给他说，我跟你说，今天你再跟蛐我，你50岁的时候，你不见得有这样的身体的状态，对不对？哎，我觉得50岁的男人是自己的第2个花期，是不是，东哥？绝对是。哎，你们2位谁大？我告诉你，我比他大一点，还大一点，棒，保养的太好了。哎，你这外套脱掉，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外套脱掉就是。看见没有？专营写手脱衣有肉。等一下，你脱掉就脱掉了，但是旁边黄奕的眼神是哇哦，什么原因？你是憋着了是吧？他的表情就算了，他还抿嘴唇。哇哦！不是你根本不相信，这是一个50岁以上的，低调哦。你说你有健身，我们大概看看差多少嘛，好吧？哦，也可以的。哦，等一下，哦，也是可以的，真的吗？哦，也是可以的，看看锁骨就好。那么这个选题呢，其实我想讲的是啊，其实年龄啊，真的不是阻碍我们努力的借口啊。都说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对不对？我觉得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我们愿意让自己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呢，我觉得为自己更好的未来而努力，对的吧？让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谢谢。亮哥对身材管理有高要求，肯定也对饮食营养也有高要求。现场还有一位对营养要求非常高的主，源自荷兰的美素佳儿。为了拥有高品质好奶源，他们给牛牛吃天然滋养28天15厘米高的黑麦草，遵从牛牛天性草木麦芽2255天，产出的奶蕴含更高含量的活性乳汁因子群、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高活营养好奶源的美素佳儿送给对营养有高要求的亮哥，祝他高歌猛进哟！谢谢美素佳儿。而且亮哥那个开始形象管理之后，是不是粉丝都称呼都变了？是不是？喂，我有刷到过哎，小亮哥。来说说看。好夸张，我第一次被吓到了。咋了？你不是有的时候会接机什么的，然后大家会有粉丝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嘛？然后就是你一出来，你可能都忘了推开那个商务车门，然后下面。俏亮亮，小哭包，小宝，小宝，就称呼其实会偏年轻一点，对不对？关键是亮哥的表情也是很值得琢磨，就是3分无奈，4分羞涩，5分就是漫不经心，但其实我觉得就是4个字，有被爽到。宝宝再见，宝宝 ，Hello 呀，脆弱小哭包，欢迎钞票儿童漂亮亮。我还刷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你接手别人，你的那个粉丝还叫你主人呢啊，主人，真的。冷静，这个一定要解释一下。有没有叫你主公的？主公，不是，这个纯粹
那个陈有士禀报，臣服于我。这是我们今年在参加哥哥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舞台，我演的就是主人。哦。蔡明佑他们几个弟弟演的是被我控制的人，所以他们在里面就叫我主人。而且小亮哥以前那个朋友圈发的都是跟火锅有关的，现在他都是对着镜子露出那种自己的肩膀这样。哦。亮哥很多短视频都是那种变身的那种视频，就是好多那种变身视频，好想看哦。没有，现场给他一段音乐，让他自信放光彩，好不好？干什么呢？开玩笑。宇哥好像也有一个要说的，是不是啊？我要分享一个我大姨。大姨。我大姨她就是一个典型的老来俏。她啊，在退休之前，她是一个典型很严肃的一个公职人员。然后在退休之后呢，她就性格有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变。她就开始参加老年合唱团呀，走模特步啊，甚至当了这个老年模特步的领舞，就这样子。老娘模特。老娘模特队什么鬼啦？对不起，我说错了。但说实话，改成老娘模特队，感觉更容易出圈哈。真的，自信放光芒。老娘来喽！谢谢大姨。好了，目前呢我们的提案已经过半了，那要不我提议，为了大家下半场的状态更好，我决定用我的歌声给大家补充一些营养吧，好吧？感受一下。好，谢谢大家。好奶源就在美素佳儿，奶牛草木蔓芽，2255天，这个是生长28天，15厘米高的黑麦草，云含天然，活性乳脂因子群，免疫球蛋白，还有乳铁蛋白，好牛，真的好牛，真的好牛，美素佳儿真的好牛，美素佳儿真的好牛，高乳脂加高蛋白真的好牛，美素佳儿真的好牛，高火营养好奶源真的好牛，好牛，真的好牛，美素佳儿真的好牛，好牛，真的好牛，美素佳儿高火乳源自然天成。哎呦天哪，要命了！1分多钟的表演出现了50头奶牛，我的天哪！这个歌还真适合你，又可爱，然后又给自己自信，一直夸自己好牛，完全看得出来是个好牛。是，太棒了！副局长啊，这一季我总是想不出梗呐，想出来又记不住，记住了又说不好，大家都说我是火星倒霉蛋。一看你这熊猫眼呀，就知道你肯定是没睡好。不怕，我有招。什么招？来这儿躺一下。哎呀妈！这也太舒服了吧！这可是轻松拥有深度好睡眠的喜临门床垫，睡好了头脑清楚，包袱随口就来，而且它还自带喜运加成。我能一路顺风顺水地坐上副局长的位置，它功不可没。感觉到了没？你的喜事马上就要到啦！王牌特工勋章终于到手了。好嘞，那我们下半场的提案开始，好吧？接下来当然是留到我们的苏醒了，好吧？来，苏醒同学，我看看你怎么接。刚刚的那些提案都挺励志的啊，总体来说还很走心，我就稍微提的愚蠢一些。我发现有些设计啊，大可不必。各行各业啊，越来越内卷，大家知道对吧？
你就得创新，得设计。你不创新呢，就代表停滞不前。你停滞就落后，你落后就有可能被别人淘汰，就有可能没有工作没饭吃。所以讲话的时候像领导发言一样的走路，这种小苏总。我呢，只要是有舞台表达的时候呢，就特别无耻的自信，不知道为什么。即便身后站着我年轻时候的偶像，还再大的咖，如果这个时段属于我，大咖也得看着我，是吧？一定要的。Good job. Yeah, sure. 谢谢哥，谢谢哥，加油，很好。好，那个小薛不要打断我啊。哎呀，好了。好，就是随着很多行业的发展呢，都非常的内卷。然后呢，不用啊，不需要这样吗，领导？哎，领导怕领导累啊，还可以，你稍微帮我倒杯温水啊，你。随着很多行业的发展呢，大家都很内卷啊，而且很多的客户、商家、品牌逼过来呀。没有眼力劲儿，又没做好，真的是差一点。我是不是把自己在娱乐圈的路断了？徐志圈的粉丝们，对不起；徐志圈的粉丝们，对不起。好了，严肃，认真啊！说到这个，现在很多行业很内卷，所以呢，很多的品牌商家，为了去吸引眼球，争取更多的客户，他们总在默默地搞一些非常别出心裁的设计。有一些是不错的，很实用，但有一些设计，说实话，大可不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商场的洗手间以前呢简单明了，这大字写的男女，对吧？对。后来一些商场为了追求这个国际化潮流 ，international， 对不对 ？Gentlemen, ladies， 对不对？哎。然后我们有这个颜色去分辨，一般男士是蓝色嘛，女士是粉色、红色都有，对吧？但是现在很过分，有些商场他把那个字已经不写了，只靠图标。哦，我也有印象。然后那个图标呢，性别标识还不是很清晰啊，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人有3级，在解决3级的时候不应该被考验智力，对吧？哎，结果现在很多人走在商场的洗手间、厕所面前，得去玩这个猜图游戏。猜对了上厕所，猜错了上派出所，很无语，很无语啊。那除了这个厕所之外呢，其实有一个我切身体会的例子。之前录一个节目，然后呢住在一个酒店，因为很晚了，我是休息的不太好，然后大半夜起来，黑灯瞎火的没有开灯，走到了这个马桶旁边，这个马桶就自动开盖了。哎呦，我觉得特别开心，这很贴心嘛。对呀，对吧？然后我就进行操作嘛，就男生嘛，小号就站着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操作到一半，哎，坐便圈它打开了，打开，哦，感应到了。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它是怎么？它开一半这样是吗？不是，已经开了马桶盖，我操作进行到一半，你再开坐便圈，因为你们知道液体是会反弹的。啊，所以我懂了，你是上厕所小的嘛？是的。所以我跟你讲，它那个马桶圈，它还不是那种慢慢这种打开的，它是那种，哎，对的，猛的一下，知道吧？就是这一辈子差点第一次尝到了自己的味道。然后我就当时很气，然后就记下来了，然后呢我就发了微博，然后呢有个哥们儿就给我私信说他也是跟这个自动马桶盖有一些渊源，也干啥？但是方式不一样，因为他那天喝多了，然后呢就很多男生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是吧？喝多之后呢就头呀，整颗头就塞在马桶里就吐嘛。哎，你先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私信的不是我吧？不是啊，你当然会以为是我的。如果头离开那边有骰子的是你，对。反正就是头在马桶里吐嘛，吐着那个马桶盖，哎，扣下来了，整颗头夹住了。然后他一动，马桶盖再上去，他继续吐，马桶盖再下来，再上去，再下来，再上去。哎，我在做汉堡呢。对，这个画面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很奇妙。我有遇到过类似的设计，是那个机场的那个休息室，它不是有些马桶它可以清洁嘛，喷水那种，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有个播报音。你一坐上去，他就说欢迎使用肠道水疗系统，他就开始，然后你坐好以后。喷头已伸出，请移动你的位置对准。然后真的，真不开玩笑，哪里是肠道水疗啊？我就移动好以后，他说好的，喷头已收回，你现在可以畅快的使用了。但是
问题是他说完畅快的使用以后，不是就很安静吗？你就感觉旁边如果有人的话，我听一下他畅不畅快。没有人想听。确实，就是有些像这种的设计，看似是为了方便我们，但其实让人没有必要了。确实是没有必要。真的。而且这个还好，因为这个是你一些设施，如果你不喜欢可以不用，但是呢，民以食为天，有没有？我们很多的朋友去到很多的地方打卡美食，现在的美食行业也很卷，很多的一些商家、一些店家，为了吸引顾客，设计一些市面上从来没有过的创新产品。你比如说香菜火锅呀、巧克力火锅呀。前段日子啊，我录一个节目，然后在南昌的一个特色烧烤，我就发现一个顾客。无论我做什么，他就在我背后做什么。被你发现，终于发现了，被你发现。害不害怕这么长的打断？还好还好。那接着你的故事，你还能 OK 吗？一般打断我的规律是咖位越大，我的耐力越强。好了，可以了。报告，可以打断吗，醒哥？咖位比较小一点，现在，所以他一直打断5秒啊，小心他发飙。没有别的补充。然后发现这个特色烧烤店，老板推荐啊，烤草莓，能相信吗？烤草莓。啊！而且是香菜缠绕的。各位，对我来讲，这个事情很严重，因为在我的认知当中，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有自己的边界。香菜烤草莓越界了，好吧？就像什么呢？如果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吃冰淇淋，但你蘸的是老干妈。啊！好的，我要继续吐槽一个事情了。两位局长可以往后靠一下，靠一下。啊，你好好讲。他很有腔调啊。节奏，好棒哦。消费绑架嘛，没有必要。那我要说一个产品，就是这个微博。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受过这个什么推送算法的影响，对吧？微博里有一个关联词啊，它会自动关联。因为我这个名字比较特殊嘛，经常有一些这个莫名其妙的新闻，然后呢，关注到我的朋友会收到一条，你关注的苏醒艾伦素上了热搜。说实话，那个热搜内容跟我本人毫无关系。比如说。美国脑死亡男子捐赠器官手术中苏醒啊，就是我。比如说，迪丽热巴精灵苏醒花絮图也是我。等等啊，都是我。之前那个刘涛姐啊，演了一个角色，一个电视剧里边的那个女主，她就叫苏醒。你看，还是我，对吧？你说这个事情吧，其实有利也有弊。利就是呢，客观上毕竟是获取了一波的关注，但是呢，它这个弊还被很多人说，你看蹭热度，大家要搞清楚啊，蹭热度这个蹭这个动词是个主动的行为，而我是自己的名字被人拿去各种摩擦，好吧，是被动的。但是现在我想开了，现在但凡有这样的热度，我就很愿意去蹭一蹭，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各种是非很难辨，各种真相很难分。我呼吁大家。保持清晰的头脑和正确的观念，闲来无事看看火星，地球人都需要苏醒啊！谢谢。很棒，行，我觉得这个提案好，给苏醒加个垫子好不好？哎呦，谢谢，垫起来。谢谢迪哥，好，我这个抱着吧，因为坐着感觉不是很舒服啊。然后再给你个垫子。这个垫子从后面夹过来，像你口。哎，这样。好了，太好了！接下来就赶紧下一个提案了。下一个提案是谁呢？哎，恭喜西西！我发现，只要足够坚强，就有办法解决问题。我是重庆人，然后在座的我知道小亮哥是四川人，迪哥是四川人。四川人，然后我就是四川人。哦，真的？你四川哪里人？我四川成都。哦，我在重庆的解放纪念碑那里有2套房子。凡尔赛呀，还套房子了？你刚刚那个话像国外来的。我真的是四川人。但宪哥身上有一种就是川渝人大家喜欢讨论的松弛感。哎，你就遇到什么事情都觉得没有什么事。如果你足够坚强。冷静下来，你自然而然，你不松弛也要松弛。我发现这件事情是源自我的爸爸，我爸是76年的。哇，你爸才比我大1岁，真的假的？啊，我都不敢接这话。怪不得你说，
一姐出道你出生，真是她没说谎。哎，这段剪掉吧。而且是你自己送上门的，没事，一定会播的，一定会播的，这段一定会播的。没得事，坚强就好。对，坚强就好。我爸的口头禅就是没得事，坚强。坚强。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呢，是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次是过生日，我爸呢就给了我300块钱人民币。我们那个时候我的零花钱1个星期是5块钱，300块你可以想象巨款，消费挺低的那个时候。那一天都超开心，而且我逢人就跟人家说，我说哎。我今天请你吃饭哦，然后我说啊真的，然后我今天跟你一起去，然后我大概交流了6、7个小朋友，下课铃一响，我就带着他们飞奔出去，找到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家炸鸡汉堡店，然后那个售货员就说，哎小朋友你要吃点什么？他就说这个就全部点完，他好，一共是246元，好这边付一下，然后我就掏我的钱包，怎么了？没了，钱丢了，没了，完了，就是跑丢了，糟了。小伙伴在面面相觑，都等着我。怎么办？我转头我说等一下哈，然后我跟那个售货员姐姐说，我说不好意思，刚刚点的都不要了。然后回头我跟他们说，我说对不起，我下次再请你们吃东西。然后我头也不回的就往前走，我多看一眼，我眼泪就下来了。然后回家路上一直忍，公交车也一直忍，直到到了家门，打开门，我爸说妍儿嘞，咋子哎？然后我就。就开始哇嚎啕大哭，然后一直钱塞了，然后就一直哭，然后我爸爸爸说哎我根本就没给你，哎没想到吧，好顽皮的父亲啊，没有给了啦，然后爸就这样，我就觉得可能要打我或怎样，大手一挥，又给了我500，哇，说。垃圾器重新请大家吃饭。我发现家里少了10平米，割出去。丢钱现在想来是个小事情，但我有的时候发现我爸对于美得死的这个事的定义很奇怪。就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已经到有事的程度，他还是没得死。比如有一次我回重庆，然后我爸每次跟他约定好，就重庆接机的地方啊，他就会像那个 NPC 刷新一样，就会定时定点的在机场接机大厅的右侧的某一家那个店面下面站在那儿等我。那一次呢，刚好很不巧，我是生理期第1天，我痛经非常严重，不舒服，超级痛。上飞机之前，我给他发了条语音，我说爸爸，可能我要慢一点，我说你等我一下。然后我爸说没得事，慢慢来。我当时哇，好暖心。然后暖心到下飞机就不行了，因为觉得痛到没办法走路，我就叫那个空乘，我说不好意思，能不能给我一个那个轮椅？站不起来了，都已经。对，我说但是你不要担心啊，我说我爸在门口接我。机场出于很负责，叫了好多的医护人员，大概5、6个吧，乌泱泱，然后我就推着轮椅就这样就推出去。哇，那一刻就是所有人，你感觉路上行人纷纷侧目，然后就是他在看说怎么回事，好重的病感觉上。就好有病这个人，然后就这样推出去，结果等了好久，一直没等到我爸。我出去了才发现。他站在那个原地也没有动，但是根本没有看到我。他没有想到你是会坐轮椅出来。对，就是。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爸爸，他就出来了。我说我说我在你后面。然后他说没有啊，往下看。哦，在这里，然后就推着，然后就过来。第一时间也没有怀抱，第一句话就是没得事，没得事，你们都走，然后把所有的医护人员全部赶走啊，辛苦了，辛苦了，没得事，没得事，坚强，站起来，站起来。我当时心想，我都要死了，让我坚强，我真的有的是。完了之后，我都可以理解，他就是担心大家就是占用公共资源，他觉得这其实是小事情，不用过来了。最不能理解的是，我还在那窝着呢，我爸拿出手机跟家里的家族群发了一条报喜的视频啊。对嘞，接到了，2个腿出去，4个轮子出来啦，看一下，没事，坚强，来比个耶！直播了，送个嘉年华谁啦？我的照片就这样水灵灵的出现在了我们家族群的群屏幕里，还得真的比个耶啊！后来因为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每次都勉励自己，我心想说这个疼痛我都忍过去了，这个脸都丢完了，我说也没有什么脸可以丢的了。然后最近一次丢脸就上一次上火星，上火星怎么了？来火星之前我也很紧张，我问了所有的前辈，老师们就跟我说 OK 的，这很 peace， 只有一个人张延琪跟我说吃人不吐骨头的这里，然后给我发语音，好吓人，恐吓你哈。他说这压力超大的，你只要能够接受，你说完一个话没有任何人笑，你就可以来。
我心想说美得死，没有人笑，我自己笑一下算啦。很好，好，然后就爸爸就教会我觉得就是除了生死之外都是小事，然后遇到事情呢，大家也保持冷静，然后让我们高喊那3个字，就是没得死，坚强就好，坚强得很。刚刚那个冯喜讲没得死，四川人太有共鸣，因为我在火星经常讲这个没得死没得死。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小学放学回家路上被一个叔叔骑车给撞了，当时我就摔地上，耳朵就流血了啊。然后那个叔叔看我在地上躺着，马上拉着我去买了个冰糕，谢谢叔叔，我就吃着就回去了。一开家门，我手里再拿一个冰棍在吃，我的耳朵的血已经流到这儿了，就这样子回去。妈妈、爸爸，血都这样淌啊！哎呦，我妈看见我以后，哎呀，没得死，没得死，就血就擦完以后觉得还 OK， 看我站着就没关系。整个家里面唯一对这件事情有疑惑的只有我外婆，这个时候还得外婆站出来。还没得死的，耳朵都掉了，我耳朵在哪里啊？在这边，耳朵还在这儿。外婆当时就说我真笨。这个冰糕才2毛钱，你应该买1块钱的那个。真的，他们在意的点根本不是我的耳朵，只是说那个冰淇淋的事儿。哦，老师放错重点了啊！但这个真的能鼓舞自己，我靠这个度过很多年。有的时候，比如说第2天有工作，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嗓子有点发炎，我会指着这儿，没得死，有病啊！真的，我告诉你，我看过有些书，意念疗法是有用的。我说杨弟没得死，今天晚上睡下去，明天早上这儿绝对大通畅，没得死，睡觉。这个我相信，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人家说，秃头就是因为怕掉头发才秃头。对，失眠就是因为怕睡不着。比如说，我明天早上7点我要到机场，然后晚上10点我赶快睡觉，对不对？你躺上去，然后你突然间问自己说：“哎呦，我会不会睡不着？”完了，你问了这句话，你就再也睡不着。我天天这样，还好我有一个产品是。来3、2、1，上链接。你是来卖货的？各位，我昨天真的拿了3包给他，厉害，有用吗？堪比麻药。不用堪比，就是麻药。宪哥是要你吃完之后，他从后面敲你头发。对。我觉得冯喜有没有垫子都没事儿，因为没得死，没得死，坚强，坚强。好，哎，可以。妹妹跟没得死坚强有同样功效的一句话，还有一句，那就是睡觉就好了。遇到烦心事儿呢，咱们就关机重启，好好睡一觉。喜临门床垫就是你的元气搭子，让你轻松拥有深度好睡眠，睡上一觉满血复活，真的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那下一个提案是谁呢？庞龙老师。我从小以为庞龙老师1.8米多，哎，真的吗？但本人确实不是那么高哈。不。你在学校没有见过我？等一下，你在学校，你教过他？他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是老师。哦，是这样子的。庞老师，刚才他那个歌怎么样？广告歌怎么样？对，怎么样？棒不棒？你学过唱歌吗？我学过。你老师谁呀？我老师。救救我！救救我！你说你老师谁？我老师。叫不出名字来了。我是学表演的老师。你是表演的，如果唱成这样也还行，也还行。因为我听过徐老师给你写的歌。哦，是吗？是吗？那歌写的真好。哎呀，谢谢，惭愧。特别好，唱了100，唱了100。啊，没事，我觉得好。如果你自己唱会更好。没老师。好牛，好牛，好。老师，你这是刀子口没良心了。因为刘伟是学生，我可以随便说他。对呀，对。来，就听一下您的提案好不好？其实这个提案呢，我完全是基于自己这2年的亲身经历发现的。我发现，不会说话的人不如多唱歌。好，这个提案好。其实我就属于不太会说话的那一种。我也属于把那个太去掉。是吧？
我这个人吧，就比较直来直去，也喜欢跟别人开玩笑。我的那个幽默感吧，就是别人比较很难懂，在我看来，我是挺有幽默感的一个人。有。但是呢，今天如果觉得有跟大家冒犯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谅解。哦，你不会改掉你说话这个习惯哈？我不想改变我自己，个性使然啊，就是好像很难改，感觉没想改啊。他没有改过来，可能是因为没有被打过。给大家说一个我的朋友的故事吧。这个人呢，他不太会唱歌，但是他也特别红啊，不会唱歌特别红，是谁啊？大家能称道就是曾毅啊。要那个要留下来 ，It's me。他这个不是直白，超直白。当时我在西安当总监的时候，曾毅跟我是一样，是在深圳的另外一家酒吧里面当舞台总监。他是搞舞蹈，然后呢就是管玲花他们这一类舞队这种啊。后来他俩就是组了一个组合，叫做凤凰传奇。玲花是真的是属于特别能唱的那种，曾毅就一般般。我们有一个演出的录像可以去看一看他带来了，对。真的有啊！后面那个不会是曾毅吧？是的。Oh my god！ 对，他什么事儿也没干嘛。有没有可能性他只是伴舞？当时那首《月亮之上》，曾毅哥一个字儿都没唱啊！哦耶！您这个播出去，他看到会开心吗？是这样的，我们不但是好朋友，我们还是战友，我们同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哦。所以后来凤凰传奇第1场演唱会在北京的5棵松，然后他们请我去做的嘉宾。做嘉宾的时候呢，在后台我就跟他说：“我说曾毅啊，要不咱俩对一对说啥？”啊，互动嘛。我说不好再把你扔台上多不太好。曾毅特别自信说：“哥，咱不用，咱俩关系这么好，你不可能把我扔台上。”然后我们就上去唱去了。我先唱了一首歌，唱《家在东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都会唱。刘伟唱的除了没有男人味以外，其他都可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米生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岸，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哎，齐整整的篱笆院儿，一间小草房啊，哎呦，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哎，那为什么不唱2只蝴蝶呀？曾毅怕我在演唱会比他们火，没唱2只蝴蝶啊。然后唱完《家在东北》以后，曾毅就上来了，我们俩一起唱一个《兄弟抱一下》。唱完《兄弟抱一下》以后，曾毅就问我说：“龙哥，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在音乐上面？”哎，我说我有啊，我想做一个组合。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你在凤凰传奇里面啥也不干，照样能赚钱。竟然不能反驳我，当着1万多人的面，我说你看你多轻松，一会儿欧耶就完事儿了，剩下都是玲花干的。曾毅脸有点挂不住了，玲花说：“哥，你别再说了，再说的话我俩就该拆了。”而且他在节目上，在他不在的时候还讲了出来。对。但龙龙，我觉得那个我有一件事情跟你特别像，也特别不会说话，因为不会说话，被一个时尚品牌后来就再也没有找过我。你说什么了？就那个时候我刚刚拍完《还珠》，然后就火了之后那些大牌时尚活动就会找你，对，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当时上海是。第一个建成的那个磁悬浮，知道那条。然后他就结合香奈儿的大秀。香奈儿啊！我被香奈儿邀请了。哎哦，你被香奈儿邀中，跟磁悬浮对撞。然后让我们艺人
人就一起去，就是坐那个磁悬浮火车。然后按道理说，要现在我肯定说啊，很高兴参加这个时尚活动，我感到很荣幸。是的啊，很赞叹这个科技发达这个时尚的结合，对不对？我很会说话，但那个时候太激动了，没见过什么世面。然后我就说，哎，然后说。我太喜欢这个品牌了，因为我们家狗也叫香奈儿。我们家狗也叫香奈儿。这太厉害了，这个有一拼啊！来，咱俩握握手。有一拼啊！但是后面我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他们品牌。但是我现在想说，如果还有机会，我现在会说话了。而且我现在狗也改名了，叫 Fendi。可以。好了，又得这个品牌。你刚讲这个，我就想到，有好的事情哈，不好的事情。好的事我们就说好话，哇，你好棒，你们这么努力，能够有这个成绩。坏的事情，你更要好好说话。你要说你这个朋友不会唱歌，你要绕一个圈子，告诉他，哎，你这个可以怎么样，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哎，这个是情商格局。比如刘维，我们一见了他，我们就要讲他的优点嘛。哎呀，我刚就坐在我旁边，我坐了6个钟头了，我想不出来一个优点。直到看到他跳那个扭那个，好牛，你做人太可惜了你。什么鬼啊？你就做牛，我叫香奈牛。但是我觉得庞老师是在只要是关于音乐相关的，你好像都是实话实说。老师啦，哎，是这样的。我说几句啊，就是我一直在沈阳音乐学院，后来现在在浙江音乐学院当老师。浙音很牛的，所以我是老师，我不可能对自己的学生说，哎，你唱的真好，对吧？不可能，我觉得那样太敷衍学生了。所以呢，我对学生们永远是说真话，因为我们是1对1教学。那庞老师，如果一个人在你面前唱2句，你能给他提点不？就是如果他不打我的话，你不会改掉你说话这个习惯哈？我觉得他说他今年41嘛，我今年54，所以我不想改变我自己。对，因为老师这个叫什么？宁愿要真小人，也不要伪君子。你是可以当永远朋友的人。今天在这儿的歌手其实挺多的。其实我的学生们经常唱徐老师的歌。哎呀，惭愧了。我能给你点建议？当然。好，就我想问你个事儿，就你为什么一唱歌的时候老点头呢？哎，我给你，讲到重点。OK， 可能是在打拍子，不是。哎，就是我跟你讲，什么原因啊？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道理，就是怎么了？因为一般厉害的人是用嗓音的，嗓子里面的机能，它哇哇哇哇哇变成那个抖的，但是我不会。然后从小呢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我唱的时候，后来我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抖出个音，就是你就变成这样，而且这个习惯是真改不过来。我以前也出糗过啊，那个录音室里面啊，然后那个制作人跟我讲，那我们这里你后面这一句唱完，然后就 fade out，就越来越小这样。呀，我以为我要自己越来越小，我说其实你是要正常唱，然后他慢慢把你拉小这。对。他以前不知道，但是不用怕人家笑。对，但是所以其实我的建议就是什么呢？你是这个部分用的太多了，声带如果擦的过多的话，可能会闭合不严。您这专业，我现在就有闭合问题很大，整个漏气，我整个话筒捅进去我都觉得不行。太深了，我伤就伤在闭合上，真是专业。但你唱的太棒了，这是真的。惭愧。其实没什么可说的，是不是啊？没什，只有你只伤害了刘维而已。没有，不要老 Q 我，你也可以，我也可以被伤害一下吗？可以。快起来，快起来，家家都张灯结彩，每天都逍遥自在。很垃圾，我知道。好。其实你声音条件挺好的，声带比较结实的那种。但是我就想，当时你录的时候，那录音师很累吧？录音师他不着急走那天是吧？就2小时，那节奏啥的都得对一对，是不是？张小厚，好妹妹乐队的张小厚。没有，其实挺好。其
其实学生运跟火不火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说实话，比如说两只蝴蝶吧，两只蝴蝶就跟我唱没什么关系，就谁唱都能火。哎，啊，它就属于这类型的歌。因为哦，每一首歌哦，它都可以把我们带进那一个年代里面。你知道，可能两个人相恋相爱的人有没有？哎，这个歌一起来就想到当年那个男朋友，或者当年那个女朋友，对不对？真的。所以你也给我们留下非常多的回忆。天哪，很棒的。我觉得应该一起合唱《两只蝴蝶》，好不好？行啊。我中间有10年没有唱两只蝴蝶。哇，真的、啊？哎呀，大家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综艺节目。真的假的？就我没有参加过综艺。我的天哪！哎呦喂！今天参加这个综艺节目，其实我也学到了很多。我知道我现在比较封闭，就是因为我平时就是早上6点半起床，晚上我10点半就要睡觉，所以就到现在我可能已经到要睡的状态了。马上，唐老师你唱着唱着，从这儿就慢慢的就我可以去了，是吧？喜临门床垫就。对，来，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来跳个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哦，我和你缠缠绵。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追逐你一生，爱恋我千回，不辜负我的柔情，你的美。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等到秋风起，秋叶落成堆，能陪你一起枯萎又回味。哇！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一生永远爱着的玫瑰花。谢谢大家。哇，好感动！瞬间感觉拉回我们那个年轻时候的年代了哦。谢谢庞龙老师。爱你啊！哎，这个补充2句哦，你看哦，人家说雄辩是银，沉默是金。如果说我们可以口灿莲花，这个当然很好，常说好话。有时候一句好话会影响一个人一辈子，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2025年今年最容易赚钱了，大家好好赚钱好不好？今天我看我们这节目的通发大财好不好？好 ，OK， 我们今天录影就到这里。刚才就想混过去，你已经把刚刚那个话题莫名其妙拖到这个话题了，你现在还想早点结束啊？我发现有人动过我的床，一搓磨，我发现我枕头的位置变了，我发现了这个玩具，起来。七区独立支撑，随你折腾。正反不同睡感，软硬双睡。立体透气结构，彻夜干爽。深度好睡眠，床垫喜临门。来，跟红来提个案吧。哎呀，跟红来了。哎呀，跟红哥的我发现，能不能跳操啊？还跳？刚刚开场那下命差点要了。我发现，哇哦，生死之交是友谊的最高等级。应该是生死之交。我刚刚讲什么？生死之交。我有这样吗？我没有，我普通话还蛮好的。生死之交。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有一起的这个叫革命情感。革命情感。但我讲的
还不只是一般的革命情感，我讲的真的是生死之交。哦，真的是有生死的，有过生命危险的那种。对，大家可能知道我跟杰伦的感情非常的好。哎，是的。当然，第一个感恩宪哥把我们签在同家公司，在那个的时候，杰伦当然他每天就住在办公室里面，因为家里比较远。哎，有一天我们一起写一首歌，叫做《地狱天使》，是那个你带我上天堂。对，就这首歌。哎，对，拥抱着你，很好听这首歌，很好听。后来就温岚唱了。哦，温岚唱的。写完歌之后，我们就打篮球。打完篮球之后，就大概凌晨差不多1、2点了，流了汗就需要洗澡嘛。杰伦他习惯就是到我家的时候，他就刚好可以好好的洗一个澡。平常他在公司的时候就比较不洗澡，不是不洗澡，就洗的比较少，没有那么完整，没有这么完整，没有那么完整，洗一半。今天的水够洗这条腿了吗？今天就先洗这条，下个礼拜洗这条了。对，攒着洗。腰在每逢初1、15的时候，有病啊！他就到我家洗，我家一个小套房，就床跟客厅是通通在一起的。那温岚呢，就坐在我的沙发床上面。温岚，哎，温岚就跟他们3个人一起。哦，他唱 demo 嘛，杰伦写曲嘛，我写词嘛，他就看电视，看了看之后，我突然看一看，我就觉得，哎，怎么洗了这么久？我就回头看一下温岚。我一看到温岚的时候，他已经吐白沫了。哦，温岚在你家吃肥皂，我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吐白沫。哦，一个在洗澡，一个看电视，好无聊，我吃肥皂。他吃肥皂，我就起来要去拿电话打急救。我一拿起来，我发现我头怎么晕晕的啊！你也吐白沫？我没有吐白沫。肥皂分你一半，缠缠绵绵单。各位，我没有喝任何的酒，也没有吃任何的，我本身跟喝酒没关，对，完全没有。我就拿着电话要打，我发现我连要打电话，我都看不清楚那个电话的那个，我就觉得整个懵了。我就说杰伦，我就叫2声，他就从浴室刚洗完就出来，怎么了？怎么了？我说你赶快去报警。他就冲过去拿了鞋子，看到温岚吐白沫，他吓傻了，然后拿了鞋子往外走的时候，突然一下。我往左边一看，他已经趴在地上。啊，他也3个人都倒下了，一个还吐白沫。我跟你讲，他就这个距离其实不大，我的房间就从这里浴室走到大概这里而已。这边是放鞋，但这边其实就是那个瓦斯炉的那个地方。瓦斯漏气哦，有人洗澡就往外漏哈。对，然后当时杰伦洗完澡之后，我就看他跑，我说他把门打开之后，我说你赶快出去。叫隔壁的邻居帮我们报警。天哪！就最后警察来了，救护车也来了，包括新闻台的记者跟娱乐新闻的记者全部都来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是早上差不多5点，清晨的时候，3、4点的时候。哦，哇，全程就已经把我整个拍下来了。新闻。我那一刻看到那个救护人员来到我家里的时候，我是觉得好舒服哦，终于啊。可是有一个问题，那个救护车过来时间还有很久，那时候在吸这样大量的瓦斯不行嘞，在旁边大概3分钟的路程，3分钟就在旁边。然后这件事情最惨的不是我们，我跟杰伦2个送到救护车上面的时候，那个氧气给我们吸，问我们觉得怎么样？我们说，哎，有感觉好很多。然后我们就说温岚呢？他说温岚已经在另外一个送走了。对，因为温岚吐白沫，首先被抢救出去，就马上送去旁边附近的相对大的医院。立刻进行洗胃啊！大家不知道是瓦斯中毒，因为觉得他可能以为吃坏什么了。对，结果他是1氧化碳中毒。天哪，白洗了，非常的惨。主办单位还把当时的影片找到了。讲老实话，我也非常多年没看过。真的假的啊？社会新闻还是？今天凌晨3点钟，台北东区经传瓦斯中毒事件，洗澡酿祸，还是杰伦酿祸了？这3位中毒送医的伤患当中，居然是演艺圈内知名的演艺人员，脸色真的很难看嘞。无限的情爱，这谁呀？3位中毒送医急救的伤患，除了修比都华的刘畊宏，以及很有才气的创作人周杰伦，还有最近台语吴宗宪，因为为什么你们俩都没有被打码？我真的吓坏了。我第一个到医院啊，那时候我心里面会最担心的是温岚。对，为什么？因为3个人里面的温岚比较红。神经病。杰伦没有知名度，没发表。对啊，想说少一个也 OK。
后来我们3个人再见面，一见面我们3个做的事情就到旁边看一下窗户有没有打开。所以，我跟杰伦感情这么好，也是生死之交，真的。对，所以我刚刚讲，我们到现在，即使网络有很多人在过程当中常常黑我，说我什么跟周杰伦怎么样，谁怎么讲都没办法打坏我们的友谊，那差得远了呢。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前2天呢，跟彤做了一件事情，其实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其实我是非常感动的。跨年夜，跨年我们一起直播，播完以后，他突然间就把手机视讯，有人要跟你拜年，我说谁啊谁啊谁啊？哎呦，杰伦，对，我就很感动，他宪哥，这2025年了，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说，等一等，我们家媳妇儿跟你拜年，然后昆凌。对，那新闻讲了那么一大堆，什么吴宗宪把周杰伦卖掉了，什么那些，那就写了很多，很不堪。我就觉得我很开心，可以跟一个超级天王一起合作。对，但是他还不是天王的时候，我老早就已经一起合作。我其实不在乎这些的，就在觉得2024跨越2025年的那一个夜晚。我们心里面那个爱全部都爆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呢，这个慢慢大家都会知道了。对，是的。这就是我讲说生死之交，生死之交有这样的一个情感，所以你的朋友的友谊一定能够长长久久。OK， 谢谢，谢谢分享。本次会议呢，所有特工提案已经结束了。毕竟今天是那个厂牌大战嘛，对不对？还是要看一下火星厂牌和0713厂牌哪边更加厉害，最终还是我们观众说了算。好的，那同学们检查一下自己的手中的投票器。在场的所有观众呢，都有唯一的一票投给你认为本次最有梗、最好笑的特工了。而厂牌的得分就是该厂牌所有特工得分的总和，哪个得分高呢，就赢得了本期厂牌大战的胜利啦。好，现在开始投票了。到底谁会获得最高票呢？投票动画关闭。好的，现在今天这个一整天的胜负已经在我手里了啊！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哇！火星厂牌122票。0713厂牌158票，恭喜0713厂牌 ，That's OK。火星有句俗话，快乐牛牛产好奶，代代特工都精彩。希望我们能在火星的舞台上收获成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美素佳儿品牌大使木木为我们呈上最牛厂牌勋章。选择美素佳儿，让每一位地球宝宝都能喝上高乳脂、高蛋白的好奶。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薛副局长，还有我们的综艺之神宪哥为大家颁发我们的火星勋章。谢谢宪哥，谢谢。来，火星徽章啊！就是今天大家都发言的很积极、很精彩啊，虽然是一个比拼，但确实他给到我们也是个幸运，我觉得我们实至名归。没有了，很开心。然后呢，感谢这个火星情报局的邀请，对我们3个来说，哪里有工作的机会，我们就会不遗余力的去到哪里。在我心里，优酷是最好的平台，火星情报局是内娱最好的综艺。好了，再次恭喜本期获胜的0713厂牌，本期火星情报局会议就开到这里了。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9次会议圆满结束。为了让这次会开得更加欢乐，我们特意从地球上寻找到了一束吉祥的光来照耀火星。欢迎我们的海国庆老师。要说整个的火星情报局，谁能要得过我？蔡老师就说把鞋脱了，不会那么刺激吧？怎么会这样？蔡老师完全不知道我在冰箱遇到过他。刚想说我要不要打招呼的时候，突然间蔡老师把口罩摘下来，宝贝。
我又上热搜啦。我的心动其实来自于今天场上的一位男生。那个人是谁？老师，请原来是讲一点点只有我跟他之间的知道的事情吧。2人。然后有一次我喝多了，第2天一个非常温柔的女生在我耳边，我没有睡自己家里。哦，我睡谁家了？天哪 ，My God！ 我睡在了。啊，这是一个负心汉啊，我的朋友们。好多哈。岳父被你说的气量这么小，真的是有这个感觉，一直在说岳父坏话。你还没原谅岳父吗？我要就干死你！哦，你刚刚这样，以后娱乐圈不要混了啊，不要混了啊！再见娱乐圈。这一季的最后一个提案了，是不是很久没有见过杨迪和薛之谦说我发现了？我发现地球人都遭遇过奇葩家规。局长，我发现朋友之间称呼越难，听关系就越好。8年了，因为火星情报局已经做了7季了，也许我们火星差不多该从观众的心里面，离去了。哥们，你要杀了我吗？你还说？希望大家记得吧。我们跳火星的最后一支舞给大家看看。同学们，这是第7季火星最后一次开会了，希望带着快乐，你们要记得我们。电视看优酷就用酷喵 TV， 本节目酷喵 TV 同步播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搜索火星情报局，参与话题互动 ，get 更多精彩内容。被你发现，天外来物，盼你船长在个雨天全副武装，冲破火星，今晚就要来接你。Feel。这个 feel 被发现倍儿爽，调好腰间对讲，舞台灯光透过背场，看清局长手中的锤，灵感爆发就会快乐被你发现，被他发现迎面走来6位。喂，欧皇的运气是百发百中，嘿嘿嘿嘿嘿，教主和彩铃在左右开弓，送，发现烦恼就被佩戴送，冲，火星特工气氛被带动。我们的兄弟背后被发现各自的对峙点，出现索马里带着小嘴鱼，发现一场新冒险。每个发现像是盲盒，保证气质磅礴，烦恼随着徜徉起散发着光的汤香鱼也挺往面谈语气。我发现大家熟悉的面孔回到火星去，我发现江湖上的新人辈出提案有金句，我发现长牌间的对决精彩与你相遇，我发现。手中握着锤子，杨迪早更随行。Are you Mars？What's up？It's season 7，动刀声音要够翻过了高山，也越过了沟壑，总会有收获。尴尬了搜我，漆黑的夜欢乐是一团篝火，要保持住幽默，把生活给兜了。我想要的快乐肯定都有我，如果你懂我，快抓紧就做。你想要的快乐来火星搜索。火星归来，状态拉满，特工集结，厂牌大战 ，Everybody ready for the show。火星情报局是我认为内娱当中最好的综艺之一，在我心里内娱最好看的综艺节目就是5个字的快乐在这节目当然是要希望能够上一些高品质好的节目，比如火星情报局。谢谢各位平台制作人，谢谢各位真主，谢谢老板，我的热情和真诚都写在脸上啊！给你慢着，我没有拿手犯傻，肯定是把我内心的火热的心撒给火星情报局。写一首就是爱你爱我，就是2025一个谐音梗。这首歌还没写出来，但是我未来可能想写的一首歌。这完了又挖了一个坑。